这趟美国之旅，亲眼见证科里的绝杀，飞越了峡谷的浩瀚，穿梭在赌城的喧嚣。20几岁，扛得住颠倒的时差，能承受计划之外的意外。我试着记录这段旅程。台湾时间晚上11点45，我带着紧张又期待的心情出发。运气很好，身旁的位置空着，形同包牌。12小时的飞行，睡睡醒醒，看看自己的电影，再偷看别人的电影，就这样摸东摸西的度过了。落地后打乘巴士前往饭店。很好气，25度。因为时差，天还没亮就醒了。大家看到我们的饭店，这是我们的饭店。现在是早上6点钟。然后我们是住海边。好漂亮！那一刻才真正感觉到我们抵达美国。我们在一旁的停车场闲晃，这里的空气明显干燥许多。天色渐渐亮起后，才回去吃早餐。今天上午先在市区观光，晚上就迎来第一场 NBA 勇士对决太阳。早晨的旧金山，先从当当车开始。木造的车厢随着轨道晃动，老实说让我想到阿里山的小火车。行驶速度蛮慢的，我们搭乘这条路线耗时约15分钟。中间经过唐人街，有种时空错置的趣味。接着前往金门大桥。旧金山是一个非常容易起雾的地方，但我们真的很幸运，今天晴空万里，气温刚好。在桥边一边散步一边观赏，橘红色的桥身连接了旧金山湾和金门海峡，当下的感受非常惬意。下一站前往艺术宫，这里完全是我心目中的人生景点，整个氛围宁静且富有生命力。罗马式的圆顶屋顶，希腊式的橘红圆柱与浮雕，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细腻。虽然规模不大，但依然令人震慑。中心有个人工湖，伴随一边散步小憩遛狗的人们。这里有一种神奇的魔力，能够安住心里的杂讯，安安静静的充饱电。Thank you. She always has to do this on the side. Come on, let's go. Good girl. 接下来前往伦巴底街，这里的斜坡倾斜达40度，走起来真的不是盖的。爬坡时一直有台车在绕转，看起来很chill，没想到录影时他们竟然对着镜头打招呼。爬到街口，上方就是九曲花街，先在这里打卡几张。因为途径8个急转弯，政府特意在旁规划可欣赏的繁花来降低意外。可惜当时并非花季，但往下俯瞰时，能将整个城市的辽阔尽收眼底。中午前往渔人码头，抵达时大家都跑去看海狮了，我永远看了半天也没找到，原来是他们自带保护色。午餐享用了当季的螃蟹，饭后在这里散步，又买了小点心。拍照时我很担心海鸥会叼走我的吉拿棒。离开前看到有人搭乘无人计程车，感觉非常的新鲜。下午提早抵达今日的重头戏勇士主场，在外排队时就能强烈感受到全场球迷的亢奋。进场后直奔商店。
买了。来到勇士主场，当然必须入手一件 Curry 的球衣啊。离开时，大家都套上了新的装备。旅行团安排的位置在球馆的最顶层，也就是俗称的山顶位置。但心想，这是第一次看 NBA， 来都来了，我们便决定另外自行购票走到下层的看台。因为提早抵达，有充裕的时间找位置、熟悉环境。这场比赛还幸运的领到 oversize 的 T 恤和小黄巾。很快的，球员们陆续开始暖身，近距离看了科里的投篮神迹，随手录了一段赛前练习。惊觉他竟然78投65中，准度非常的夸张。比赛开始前，我们买了披萨，边看边吃。美国赛，这场根本是神仙打架，科里对决当时还在太阳队的 KD， 激战到最后一刻，没想到第一场比赛就能亲眼见证科里命中三分球的绝杀。那颗球入网的瞬间，大洞中心彻底爆炸，全场数位评审的人自来熟的一起欢呼。现场那种集体的共振，是电视转播远远给不了的震撼。最后心满意足的离开，人流也比想象中的还要顺畅。It's like my vision is new, everything's more beautiful when I see it with you.